全球摩克斯线上的同学大家好，我们今天要上课的主题是智慧照明技术。智慧照明技术里面有一个叫做智慧联网，那是智慧照明里面最重要的技术。我们今天要探讨两个主要的技术，一个是无线的网络，用 GB 去做；第二个是有线的联网技术，用达令去做。GB 的网络是目前非常受欢迎的一种无线网络。它主要的优点就是具有高的安全性、低功耗，还有非常强的组网的能力。它最高可以组网到65000个 device。这个是在介绍整个无线频段上面所有无线通信标准里面可使用的频率范围跟它的有效的距离。GB 的一般是在属于比较短距离，然后比较传输速度比较低的一个范围使用。所以它非常适合应用在智慧照明。这个表是在介绍 WiFi、蓝牙跟 GB 的之间的比较，它们都是 IEEE 802 Standard 所发表的一种通信协定。那一般这个 GB 的有效距离大概没有很长，可以用在室内的通信里面是非常适合的。那它主要跟其他两个标准比起来，最大的好处就是它有非常强的组网能力，因为我们这个室内的灯具非常多，必须要有很强的这个组网能力，才能够有效的去做控制。另外的就是它的功率很低，在室内照明里面，有些时候是要用电池去做电力的供给，所以呢，希望所要求的这个电力呢是要越低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联网的网络，一般有两个技术。那一个是叫做心型的，大这个东西它是由中心然后去对四周去做控制。那另外一个是网状形状，那 GB 的是采用的是网状形状。这个网状形状呢，它可以一个连一个，所以它可以扩充的就非常大，可以组群的能力就非常强。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GB 的网络里面主要三个东西。那第一个就是协调器 ，Coordinator 呢，基本上它是区域网络里面一个最重要的管理的装置。一个区域网络里面只会有一个协调器，它是管理所有 device 里面的一个核心的。那第二个是路由器，这个路由器呢，基本上它在一个区域网络有很多的路由器，它这个负责 GB 的信号的收发，控制终端的装置都是要透过路由器去做控制。那最后一个都是终端，终端就是我们接我们灯具的地方。基本上，这个灯具的地方是由路由器做控制。那灯具跟灯具之间呢的终端，并没有办法去做双向的沟通。这个是一个 GB 的一个智慧照明的控制的架构。左上方这里有一个 coordinator， 就是协调器，这个是我们系统的主要的控制端。然后中间是路由器，然后最下面的就是我们的终端的装置接灯泡。所以呢，我们在假设说要控制一个灯泡的亮暗，它是透过 GB 的，由这个 coordinator 这边发信号到路由器，路由器再去分别控制终端上面的 GB 的信号，然后控制 LED 上面的亮度。所以它基本上整个回路是这样。那在终端的两个灯泡之间是没有办法去做互相沟通的。那我们来看，这个是 TI 推出来的一个 GB 的 IC 产品。那这个 TI 这个2530这颗 IC 大概有效的通信距离是150公尺，然后使用的频率是 2.4G， 那每秒钟可以传送的资料是2K。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传播的模式。一般它 GB 主要传播模式有两种，第一种就是广播的模式 （Broadcast Mode）。那基本上从终端一送出去以后，所有的接收端它都会收到相同的信号，也就是像广播这样广播出去，大家全部都会收到。那接着呢是一个定址模式，这个定址模式它会送特定的地址给特定的装置。那在发射端，它可以送说我这个装置要控制某一个灯泡，那它只会针对某个灯泡去做控制。那从发射端从这个 end user 那边送过来，因为这个通信基本上它是双向的，所以在终端这边送过来，它一定会有一个地址，那送到这个
鬼内的这边，他都知道现在某一个装置它现在送来的信号是什么。基本上从终端送来的信号，我们是要 check 说现在这个终端的装置有没有坏掉，然后它消了多少瓦，在我们的控制端都可以去知道目前的这些信息。接下来介绍有线的智慧照明的通信协定，这个标准我们称为达令。达令的全部的英文名称叫做 Digital Addressable Lighting Interface， 这个是目前在室内的智慧照明里面用的非常多。那它是由一个 IEC 62386这个标准所协定的。那基本上在2014年已经公告到第2个版本。那主要这个协定是要大家透过这个协定，然后就可以做一个硬体的东西，透过这块板子，那因为大家这个协定是一样，就可以去控制不同的这个灯具。那这个基本上是数位的这个通信界面的联盟所发展的出来的一套标准。因为它现在目前这个照明的灯具有很多种，包括水银灯啦、日光灯，还有 LED 灯，非常多种。那因为每一种基本上它的控制的方法有一些不一样，那这个标准它要涵盖所有的这个灯具的控制，所以它定了很多 part。那这个 part 201到207就是在给不同灯具上面使用的。那像我们现在最常用的 LED 是在 part 207里面。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达令它的系统架构图，还有它这个网络的连接的方式。那它主要的2个连接方式，一个是心形，然后一个是 tree， 就是树状结构。那左边这个是心形啊，它由中心然后就发射出来去控制所有的装置。那这种方式就是它拉线会拉得比较长，因为它从远端一定要拉到中心去做控制。那右边的这个是一个树形的结构，也就是 tree 的结构，它的结构很像树的分支这样一直分出去。那所以在不同的建筑结构里面，它所采用的这个连接的方式也会有不同。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达令的 standard， 它基本上的一些规格。那它是双位啊，这是 two way， 它可以定制的address大概是到64个，可以主选的能力大概32。当然它比 GB 的会少很多。另外因为它是有2条线，但这2条线它是没有极限的，也就是你把它对调，它还是可以资料还是可以通。然后另外就是除了资料以外，另外就是 power， 所以它全部的通信大概只有4条线。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电器规格。那基本上它巴士上面所传送的电压是16伏特，然后最高所可以承受的电压是22.5，那不能够超过22.5，否则它的 IC 会烧掉。最大的电流在250 mA， 它送出去以后，因为线蛮长的，它会有一个压降。这个压降在 standard 里面规定不能够超过2伏特，所传送的这个 data rate 大概是1220 bpm， 也就是每秒钟大概是1220的 bit。那最长就点跟点最长的距离是300公尺。那这张图是它逻辑的准位图。那基本上它低准位还是在0，高准位大概就是在16伏特左右。那最高不能够超过22.5，如果超过22.5，它的 IC 就会烧掉。那它因为它这个送的时候会有一些杂讯，所以它用的方式是插动的信号，也就是2个信号进去以后，它互相去剪，那剪完以后一些杂讯就会消除掉，所以它有一正有一负。那剪完以后，这个杂讯它就会互相抵消掉。那我们来看一般传送的方式跟插动的方式有什么不一样。上图呢，那个是一般的传送方式，也就是信号对地直接这样送。那信号对地直接送，它有些时候信号上面会夹有一些杂讯进去。那这时候呢，你有时候资料杂讯比较大，资料就会错掉。那下图这个是采用插动的方式。那插动的方式，它送的时候同时间送2个信号，一个是正的，一个是负的，然后送到我们的插动放大。那插动放大会把这2个信号做相减，
而剪完了以后呢，它正的更正，然后低的更低，所以呢，所有的杂讯信号就会完全被消除，信号更容易能够完全的把它取出来。那这张图是我们整个这个用达令去做的一个系统的架构图。右边这个是我们的云端，也就是我们达令的终端，当然还是要一些电脑去做整个达令的这个照明的控制。然后透过云端呢，我们可以去控制这个可能透过网络或者是 WiFi， 然后去控制我们这个达令里面的这个装置。那因为现在这个达令用很多包括所有室内或者室外的这个灯具，它是都可以透过这个网络然后去做有效的这个亮度控制。那这个是现在市面上在卖的一个达令的控制板。那它基本上这个板子的控制信号大概是只有4条线，2条是电源，2条是资料。那这个可以进去也可以出来，它是双向的，也就是说你要扩充，就是在另外一端再4条线插进去，就连到另外一个。那另外一个再把它拉出来那一端再插4条线，就可以延伸到另外一个板子。所以现在这个使用上，它是一个照明装置就放一块这个板子，然后到终端以后呢，它就可以去控制这块板子，然后去做调光的动作。我们现在做一个总结，我们今天讲的课程是智慧的照明的联网技术。那主要有介绍2个，一个是无线的这个 ZigBee 网路，那另外一个是有线的这个达令的标准。这2个系统在目前的智慧照明里面都是用的最广泛的2个技术，那各有优缺点。那目前呢，无线的因为它没有线，所以它越来越受到欢迎。那早期大概是用达令的技术，那因为达令它要拉线，在建筑上的限制比较多，那无线它的限制就会比较少，所以可能在未来几年，这个 ZigBee 的使用率会越来越高，然后可能达令的使用率会逐渐的下降。好，那我们今天上课就到这此为止，谢谢大家。